2026年全世界4大云端公司 Microsoft、Google、Amazon、Meta，光是这一年就要花掉7250亿美元盖资料中心买 AI 晶片，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又多了将近80%。上一集结束时，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：这一场 AI 的赌注撑得住吗？这支影片我们不下结论，但我们要把这条把全世界推着走的资金链整个拆开给你看。接下来11分钟，你会看见3件事。第一，这7250亿到底花在哪里？它的尽头是不是回得来的投资？第二，这场狂潮里最关键的循环融资 ，OpenAI 跟 Microsoft、跟 NVIDIA、跟 Amazon、跟 Oracle， 他们的钱怎么在彼此之间绕了一圈又一圈？第三，我们把今天跟25年前那一场.com泡沫放在一起对照。最后，我会给你3条红线，不是预测，是诊断。这里是财经无界，财经长片。先把数字摊开，2026年 Microsoft 自己一家资本支出就高达1900亿美元 ，Google、Amazon、Meta 3家加起来再多出5000多亿，4家合计7250亿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它差不多是阿波罗登月计划当年总花费的30倍，也比2000年.com 高峰全球电信业整整1年的资本支出还要再多3倍以上。而且这些钱并不全部是买晶片，根据业内统计，这7000多亿里超过60%其实是花在盖厂房、拉电缆、买变缆器、布水冷管线。换句话说 ，AI 的真正瓶颈已经从晶片移到了水泥、铜跟电力。更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些盖好的东西能用多久？云端公司在账上把这些设备用5到6年来分摊，但 NVIDIA 自己的执行长黄仁勋也承认，最新一代的晶片2-3年就会被取代。如果分摊期算错，这几千亿的资本支出会在账上凭空多出几百亿美元的损失。AI 这一场狂潮最诡异的地方是钱的流向。我们从一家公司开始说 ，OpenAI， 它今天的估值已经来到8500亿美元，是全世界最值钱的非上市公司。但 OpenAI 自己每一年都还在亏钱，它的钱从4个地方来。第一是 Microsoft 前后投了130亿，换到 OpenAI 大约27%的股份。光是这一笔持股，今天就值2280亿美元。第二是 Oracle， 2025年9月 ，OpenAI 跟 Oracle 仅下一笔3000亿美元，为期5年的资料中心合约。第三是 AMD。它跟 OpenAI 仅下6G Guac 的晶片大单，还给了 OpenAI 最多认购 AMD 1成股份的权利。第四是 Broadcom 10G Guac 的自研晶片大单。可是你仔细看会发现一件事 ，OpenAI 收到的这些钱，最后几乎全都流回去，买 Azure 的算力，买 NVIDIA 的晶片，买 AMD 的晶片，买 Broadcom 设计的晶片。而 NVIDIA 自己又是 OpenAI 最早的投资人之一，一个圈就这样绕了起来。你投我，我向你买货，你的营收因此暴涨，估值上升，你再回头加码投资我。这就是 AI 时代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一个词——循环融资。循环融资撑起了账面上的数字，可是要把这些订单变成真正运转的资料中心，还要跨过3道水泥跟金属做成的墙。第一道是先进封装，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月产量从2024年的35000片，要在2026年底冲到13万到15万片，产量翻了4倍，但市场的胃口比这还大。所有先进晶片，包括 NVIDIA、AMD、Google 的 TPU， 全都卡在这一道窄门。第二道是 HBM 高频宽记忆体 AI 晶片的命脉。今天的市场被3家公司分掉，韩国的 SK 海力士占60%，美光占2%，三星占不到2%。2026年的 HBM 的产量早在去年底就已经全部被预定一空。第3道墙最大也最少人提，电力。美国电网现在排队等电网的资料中心，加起来高达2600 GW， 平均要等5年。而盖电厂最关键的那一台高压变港器，现在的交期是4年。晶片可以再加产量，
但电力跟封装没办法用钱把时间追回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花掉7250亿，这些 AI 真的赚回来了吗？我们算给你看。2026年，全世界最赚钱的2家 AI 公司 OpenAI 跟 Anthropic。OpenAI 预计全年营收会落在290亿美元，而 Anthropic 到了今年第2季，年化营收已经冲到430亿，它正式超越了 OpenAI。2家加起来大约700亿的营收，听起来很多，但对比一下，700亿的营收对上7000多亿的资本支出，比例是1:10。换个说法，科技巨头花掉的是10倍于 AI 模型公司所有收入的金额。当然，这个对比并不完全公平。云端巨头自己也在卖 AI，Azure、AWS、Google Cloud 的 AI 营收也在大幅增加。但 MIT 做过一份研究，他们追踪美国企业导入 Generative AI 的成效，结果发现高达 95% 的公司根本没有从这些投资里赚回任何钱。换句话说，这7000亿的支出正在等待一个假设成立 ：AI 的营收与生产力能在3到5年之内补上这个10倍的缺口。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发生过一次，从1996到2000年，全球电信业总共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，铺设光纤网路、盖基地台。在当时，这也叫做基建革命。大家相信网络时代来临，这些光纤一定不够用。结果泡沫破掉时发生了什么？根据后来的统计，那段时期铺设的光纤竟然有85%以上闲置了将近10年。纳斯达克从2000年3月的高点5132点，跌到2002年10月最低的1108点，整整跌掉了 78%。当时市值最高，被称为网络时代 NVIDIA 的 Cisco， 股价跌了 88%， 它的股价整整等了25年，一直到2025年底才回到当年的高点。但这场泡沫有一件事跟我们今天的故事非常相似，光纤并没有白铺。当行动网络时代来临，当 YouTube 跟 Netflix 上线，那些当年闲置的暗光纤全部派上用场。Google、亚马逊、Facebook 都是在那一片泡沫的废墟上长出来的。重点是这个基建没有白盖，但买在最高点的投资人多数没有回本。所以 AI 是不是泡沫？我不下结论，但我可以给你3条值得长期盯着看的红线。第一条红线叫推论毛利。AI 真正的长期生意不是去练模型，而是每天回答你问题的推论。过去2年，每一次推论的成本下降了将近1000倍，这对使用者是好事，但对卖晶片、卖云端的公司意味着毛利会被持续压缩。如果推论毛利撑不住，整条变现的链条就会崩残。第2条红线叫循环融资的单点断裂。OpenAI 每天都在烧钱，它的估值建立在下一轮会有人加码的假设上。一旦这个假设动摇，可能是 Microsoft 拒绝续投，可能是 Oracle 开始质疑营收能否如约入账，这个圈就会在某一个节点先断掉。第3条红线叫实体跳票，电力等4年，变档弃牌4年。只要任何一个重大资料中心因为这些瓶颈没有办法在2027年如期上线，原本账上算进去的营收会在1个季度之内凭空消失。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能做什么？我想最重要的是放下会不会崩这个问题。崩或不崩不是一个你能预测的事情，但这3个讯号是任何人都能看见的。第一，每一季去追踪云端3巨头 Microsoft、Google、Amazon 的资本支出 guidance。如果出现连续2季的下修，意味着巨头自己也对 AI 的回收速度产生了隐忧。第二，盯着台积电每一季的先进封装订单能见度。如果客户开始延后拉货，那就是供应链先嗅到了气味。第三，看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推论单价，如果单价持续崩跌，营收增速却跟不上，那就是推论毛利这一条红线正在亮灯。市场最大的讯号从来不藏在新闻标题里，藏在这些不性感的数字里。科技龙头系列到这一集画上句点，从第1集张忠谋在1987年盖下台积电的第一座晶圆厂，到第2集2奈米的领先之战，到第3集 NVIDIA 的3次豪赌，到第4集 AMD、Google、博通的围攻，到今天
我们站在这条资金链的尽头，回头看会发现一件事：真实的科技革命跟真实的金融泡沫从来不互斥。1990年代，网络改变了世界，但那一场泡沫也真的毁掉了很多人的退休金。AI 也正在改变世界，同时它也正在累积一个比 .com 更大规模的赌注。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 AI 投资多了一份判断的能力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